空间地点套路。谢朝中作。冒险小镇。如果你是一个角色不变的 YouTube 动画集的脚本撰写者，你会有个问题：你每集都需要一个新故事，而且它们不能都只是关于您的常规演员。大多数电视剧格式，尤其是戏剧，涉及以某种方式为每一集带来一组新的客串明星。你的主角是程式师、工程师、设计师或其他行业，这自然会在短时间内为他们带来很多其他人。否则，你的潜在客户会做一些让他们四处走动的事情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都会遇到新的人和情况。降世神通。在降世神通的大部分，最后的气宗围绕着港团队前往各种异国情调或古怪的村庄，因为安王掌握了所有元素。美好的王国。帝国是邪恶的，联邦总体不错，经常中立，偶尔邪恶。另一方面，王国几乎总是好的，往往很小，有时只是一个城邦或一个带有几个边远村庄的光明城堡，但它往往拥有超出其规模的财富或权力，通常是贵金属或绿岩的大型天然矿床。我的小马驹，有意就是魔法。Equestria 非常符合描述，即使在技术上，因为它完全由公主统治。它是一个公国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国。在十字路口。就像桥梁一样，十字路口通常是不祥之兆的发生地。两条路径的交叉点有一些象征意义，可以让人们的想象力得以发挥。它们通常用于表示两个世界之间的交集。权力的游戏。Tyrion 和 Catelyn 在 Cripples、Bastards 和Broken Things 中相撞的旅馆，其实就是小说里的十字路口客栈。荒岛。一个小岛，远离航道。它完全无人居住，因此没有故事，直到主角们到来。超人。在超人动画系列剧集《哪里有烟雾》中 ，Volcana 被击败后，超人认为普通的监狱无法关押他，所以把他困在一个岛上。惊人的彩色世界。假设你刚刚离开了一座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山，然后你很惊讶，你偶然发现了一片色彩鲜艳的热带雨林。那里有五彩缤纷的植物和天空是彩虹。可可夜总会记忆之地，死亡之地也同样丰富多彩。机械生态系统。机械生命体是被认为是自然但具有机械内部运作的生命体，基本上是机器人或活机器。这伴随着他们如何生活或成为什么样的问题，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支持他们的生活。一个常见的答案是他们的生态系统也是机械的。汽车总动员。在汽车的世界里，生物被拟人化的汽车所取代，例如取代牲畜的大型农用车辆。人长不大的世界。当 not allowed to grow up 影响整个环境时会发生什么？这是整个区域，通常是一个冒险小镇，完全由儿童居住和管理。星际迷航。星际迷航的一集 Maya Ray 包含一个相当黑暗的例子，一颗长寿的行星。未衰老的儿童在进入长期延迟的青春期后生病并死亡。外面的世界。
外面的世界是一个超越僻静或孤立地方约束的世界，它构成了几乎所有冒险或反乌托邦故事的精髓。当一个角色跨过他们家的门槛时，他就在踏入外面的世界。魔法奇缘。魔法奇缘中的长发公主一生都在她的塔里度过，并且非常想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。当小偷进入他的塔寻找藏匿战利品的地方时，机会来了。他用煎锅把他打晕，强迫他带自己出去。冰雪奇缘。在冰雪奇缘中，艾尔莎和安娜都被困在他们居住的城堡里多年。艾尔莎决定透过搬出王国并进入雪山来停止她的魔力。安娜踏上寻找艾尔莎的旅程，